受到《西游记》《封神演义》等影视作品的影响，很多人对于神话传说故事有着浓厚的兴趣。剧中的神仙人物都是一些能呼风唤雨、飞天遁地的高人，每个人也都能说出几位神仙的名字，比如玉皇大帝、二郎神、王母娘娘等等。有朋友好奇，看了那么多的神话故事，天上的神仙到底吃什么呢？今天来了解一下神仙在天界吃什么。我的频道主要介绍三界六道以及道家的内容，所以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，还请关注我的频道。何为神仙？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什么是神仙。如果细分的话，神仙分为神奇和仙真两种。简单的来说，神是有司职的，每一位神奇无论地位高低，都有各自的神职。而仙则是没有任何神职在身，十分的逍遥自在。33天天重天，白云上面有神仙，神仙本是凡人做，只怕凡人心不坚。神仙虽然都在天上，但是也有等级之分，修为高的仙人居于天的上层，而那些修为低的仙人则是处在天的下层。《西游记》里，孙悟空曾说了这么一句话：我老孙超出三界之外，不在五行之中，已不服他管辖，怎么朦胧又敢来勾我？意思是，只要能超脱三界，那么就可以实现长生久世。在神话世界里，虽然凡人飞升成仙，但是如果位于36重天的下面几重，那么就不能长生久世，还是需要闭关修行的。修行需要消耗能量，那么神仙到底要吃什么？神仙吃什么？在南华真人的《逍遥游》中，就有关于神仙的记载：渺孤舍之山，有神人居焉，肌肤若冰雪，绰约若处子，不食五谷，西风参露，乘云气，御飞龙，而游乎四海之外。神仙不食人间五谷，而是西风引路，吸收大自然之灵气，吞服自然精华之气。当然了，这种辟谷服气之法对于增加神仙道行来说非常缓慢，服食仙果是一种不错的捷径。相传每年的3月初3，神话传说中西王母要在昆仑瑶池圣地举行蟠桃盛会，宴请仙界各路神仙。神魔小说《西游记》里也描写了蟠桃宴的盛况，蟠桃飘香，仙乐袅袅，玉露琼浆，福泽苍生。宴会上有数不清的珍馐美味。这蟠桃3000年开一次花，3000年结一次果，只要吃了它就能长生不老。所以说，只要神仙吃上一个蟠桃，那可比闭关修炼几百年的修为还高。此外，《西游记》里的人参果，吃一个就能活47000年，闻一下就能活360岁。仙果十分美味，又能提高神仙的道行，难怪天上的神仙都期待蟠桃宴。在《西游记》的蟠桃盛宴里，除了蟠桃之外，还有龙肝和凤髓。另外，众神降服孙悟空之后，玉皇大帝召开了一个安天大会来庆贺，大开玉京金阙、太玄宝宫、洞阳玉馆，请如来高坐七宝灵台，吊设各班座位，安排龙肝凤髓、玉叶蟠桃。庆功会吃的是龙肉，喝的是凤汤，炒龙肝，熬凤髓，走的时候重个酩酊。看样子神仙除了吃仙果以外，还会吃一些龙肝、凤髓，甚至还会喝仙酒。除此之外，我们在一些影视剧里常常看到庙里的神像前会有水果等贡品。《西游记》里，郡守把玉皇大帝神仙前的供桌推倒了，于是凤仙郡作为惩罚3年没下雨。贡品一般是香、花、灯、水、果5种，称为五供。其中最常见是神仙受到香火的供奉，香自诚心起，烟从信里来，一诚通天界，诸真下遥阶。神话里认为，香火是凡人表达心诚的方式，也是神仙增加道行的能量来源。神仙与丹药。另外，神仙很多都是在凡间经过很多年的修炼，偶然间才能飞升成为神仙。在凡间修炼到达一定的程度，就会辟谷，修行选的是灵力。他们认为吃的五谷杂粮会影响他们的修为，里面的杂质比较多。再者说，他们到了一定的年龄，对食物的欲望就会非常低，反而是对力量的追求会越来越大，所以会很少吃饭，而吃一些带有灵气的植物，一般都是吃素。也有很多神仙修为到达一定瓶颈的时候，他们就会选择收集一些药材炼成丹药，供他们在修炼的时候更加容易冲破。也有的时候他们或许会受伤，这个时候体内的灵力就支撑不了体内的饥饿感，才会选择吃饭，但也是含有灵气的事物煮出来的饭。有很多神仙他们自己会炼丹，炼一些辟谷丹以备不时之需。
但是也有很多另类的神仙，喜欢做一些食物来满足自己的欲望，这样的神仙是非常少的。他们做出来的饭非常具有艺术感，看着就让人胃口大动。也会有其他的神仙来找他，让他为自己做饭。这些神仙已经在神仙界出了名的厨艺厉害。以上就是介绍今天的内容，后面我们会介绍一下天界到底是什么样。还请关注我的频道，以免错过精彩内容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